人现在对婚姻的期待其实是比以前的人高很多很多。我们基本上就是期待我们的配偶要拯救我们，你来救我吧，我现在是孤独的要命，我如果就能够找到我另外一半，我就是完全了。小提醒一下，可以开启中文或英文字幕，也不要忘记订阅哦。Melody 家庭 Podcast。Hello， 大家，我今天在纽约我已经在纽约一阵子了。我今天想说，再来讲讲我从这本书《The Meaning of Marriage》分享我的心得。因为一个牧师跟我爸爸妈妈提说，要不要 Melody 来每一章分享他的心得？因为这本书有8章嘛，我是真的很喜欢这本书。I feel like it should be required reading for everyone, every single person, every married person. Let's just jump straight into it. The first chapter is called The Secret of Marriage. 婚姻的秘诀。其实大部分基督徒就知道以弗所书5章就是讲到婚姻的这一章，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啊，丈夫要爱妻子啊，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啊，就是这个经文。然后里面有一个经文特别说，这个就是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但奥秘换句话说也可以就是秘诀 ，OK？ 所以什么是这个秘诀？他这一章就有讲到。那我们就先来讲到我们现代人怎么看待婚姻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说，很多人已经对婚姻蛮失望了，对不对？好像不希望跟他们父母亲一样有失败的婚姻，但是很多人仍然还是想要结婚。我觉得这个是事实。You can prove me wrong, but 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希望是结婚，因为很多人是希望有 companionship。当然，跟以前的人想要结婚的原因不太一样。以前的人想结婚的原因比较是一个责任感，男生有男生该做的事情，女生有女生该做的事情。可能女生就是要结婚，要煮饭，要生孩子 ，OK？ 然后男生就是要结婚去工作，供应他的家庭这样。那现在的人结婚的原因就不太一样了。Modern Enlightenment 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说，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满足你自己。不用再去想你对社会的责任，或者你对家人的责任，没有，你就对自己的责任就好，你自己开心就好了。现在很多人结婚也是带着这样子的心态，很努力工作，也就是想要赚钱，也就是想要满足他自己。那结婚也是，其实我结婚不见得是因为我爱对方，是啦，但是我希望我爱的这个人能够满足我 ，fulfill me, fulfill my destiny, fulfill my purpose. Maybe 我的 purpose 就是 to be a mom, okay? Then 他是为了要 fulfill my purpose to be a mom. Maybe 我的 purpose 就是要 look good in society. Then 他们是为了要 fulfill my purpose. 真是讲的话，其实现在很多人看待婚姻这件事情是非常自私，就是我们都是 get married for me, get married for myself, 而不是 get married for society or for others.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嘛，所以应该是说以前的人是一个极端，好像完全没有自我，就是完全可以抛下自我。特别很多的母亲，因为他们要牺牲很多，为了孩子，为了丈夫。我相信丈夫也是啦，就是拼命工作。但是以前的婚姻比较是一个极端，就是完全没有自我，都是一个牺牲，一个献上。但是现代的人完全就是一个自我满足 self-fulfillment。以前是 self-sacrifice， 现在是 self-fulfillment 为目的。但是婚姻的奥秘是什么？圣经怎么说婚姻的奥秘？其实看耶稣，看基督就知道了。那为什么要看基督？因为以弗所书5章就说基督怎么爱教会，就是丈夫要效法。然后我们看待这样子的模式，这个就是极大的奥秘。所以奥秘是什么？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是什么样的榜样？我们来看，他就是完全的牺牲了他自己 complete self-sacrifice unto fulfillment。 因为他这样子的牺牲，所以我们也能够完全的牺牲我们自己，在他里面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所以我觉得真正基督教给我们婚姻的榜样，不是完全只是牺牲而已，也不是只是完全只是自我而已，而是两个合并，在一个牺牲的里面能够找到真实的满足，在一个真正的忘我的里面能够找到真实的意义。So it's actually a combination, and that's the beautiful mystery. And this combination, the pattern, 这个榜样 and the power, 这个力量就在于福音，这就是以弗所书5章的一个整个主轴。现代人为什么对婚姻那么的失望？因为现代的社会越来越无神论啦，
以前的人他可能对待神就有对神的期待嘛，敬拜神，我们的救恩在于神。那现在的人越来越没有神，但是我们需要神的那一颗心，那些期待跟需要还是在，所以怎么样，我们就变成把对神的期待放在人身上。我们希望我们的配偶，我们希望我们的另外一半能够满足我们这些需要，因为仍然还在。那你能够想象有任何人能够像神一样去满足这些需要吗？一定是不可能。所以其实我们人现在对婚姻的期待其实是比以前的人高很多很多。讲更深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期待我们的配偶要拯救我们。你来救我吧，我现在是孤独的要命，我要死。或者如果我就是有另外一半，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不会说出来，但是我们心里面想，我如果就能够找到我另外一半，我就是完全了 Happily ever after。 看太多电影了 you know，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人，我们是神所造的嘛，我们人渴望的就是救恩呐，每一个人渴望的就是救恩。但是如果不是神，那就是那个人、这个人、那个东西、或者孩子。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对婚姻的期待那么高，但是对婚姻的惧怕、恐惧也就那么的深？因为你的期待很高嘛，你就会觉得哇塞，万一真的失望怎么办？或者万一人家认识了真实的我怎么办？会不会有可能他越认识我反而不喜欢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对婚姻的期待就如同我们对神的期待一样，所以在福音的里面我们就有力量，就不是只是榜样了，是有力量可以真实的进入婚姻里面。因为这个力量使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去爱不可爱的人，真实的去谦卑我们自己。像耶稣他也是放下他自己的荣耀，他从天上降卑他自己，道成了肉身为了我们。所以这个榜样成为，还有这个爱，耶稣对我们的爱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的爱去爱我们的配偶。否则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会 stuck 在一种对人家的一个期待，我们也没有力量，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子无条件的爱被爱过。这是我看了 Timothy Keller 这本书的第1章 The Secret of Marriage 得到的一个启示，希望大家有一些收获。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一些讨论的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福音？如果福音真的是婚姻的榜样，还有带给我们婚姻的力量，那到底什么是福音？ because 很多的基督徒不见得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福音。福音就是恩典，福音就是恩典。 What is the gospel and how does it transform the way we see marriage and our partners？ 那你觉得这个福音怎么帮助我们转化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对我们配偶的看法？一直都是回到福音，我们怎么可以把福音真实的活出来？不管我们有没有结婚 the gospel is for everyone. You know, whether you're married or not, single or not, the pattern and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is there for us. So这就是提供给大家，然后希望今天的这一集对大家有帮助。我在这里也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的网站 melodyhuangmusic.com 现在有一个新的网页叫美乐蒂信箱，你可以联络我们，然后你可以投你的问题啊，你的故事啊，你需要有一些 advice suggestion， 你希望来问美乐蒂家庭，你就可以投在我的网站上。Alright, so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 bye.